都说假面骑士通关主线 TV 副本不容易，又要挨揍，又要被拷打，稍不注意可能就被当场抬走。但各位小伙伴仔细想想，要说 TV 副本中最折磨和坐牢的，那不是反派 BOSS 们吗？从头到尾兢兢业业专心搞破坏，为了达成目的辛苦操劳不知道多少年，到头来却要被主角们踩着头暴打上位，一辈子白干，全部木大。不得不说，在这年头当反派是真的难。于是今天小陈就带来一期令和反派 BOSS 通关 TV 副本的难度排行，看看这些最终 BOSS 们到底有多难。第一名，假面骑士01 BOSS 亚克。提问：下面这两人谁才是01中的大反派 BOSS？A. 年度双标修马吉亚灭霸 B. 魔阵幽美人大尊师霍人。这场歌坛式大小王对决也是让不少观众看足了乐子。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01这部 TV， 那就是抽象。咱们从反派灭亡信用雷的角度出发，他是卫星亚克所创建的恐怖组织，将邪恶数据输入非电智能开发的修马吉亚，使其暴走，从而毁灭人类。说起来挺简单的一件事，但由于亚克手底下全是一帮猪逼，直接给哥们压力拉满了。01 TV 能拍46集，纯纯因为大尊师满脑子都是优美。灭身为灭亡迅雷的老大，没有一点反派的样子，整个就是来回反复横挑的小丑，跟霍人疯狂拉扯，直到后期亚克看不下去了，亲自上身代打，灭亡迅雷才终于有点了反派的样子。再说回亚克这位大冤种，好不容易在37话变身假面骑士亚克0登场，干了点正事，结果41话反手就被霍人的新形态02干烂了，最终战灭更是直接跳反，给亚克来了一记回手掏，汗流浃背了家人们。有这么些霓虹好队友，亚克通关主线 TV 副本的难度真是拉满了。第二名，假面骑士极狐 BOSS 利加德欧米加。苏瓦尔这 BOSS 当的，说实话真有点丢人了。他本人是欲望大奖赛的最初创始人，兼任古代时期大钢炮游戏制作人，搞得那么神秘，真打起来却被主骑狐神揍得满地打滚。38话想要毁灭世界，却被因兽变身的马克9形态阻止并暴打。临走前还不忘一句标准的反派杂鱼发言。48话变身假面骑士利加德后，再次被阴兽打得抱头鼠窜，属于是狐神唯一指定的亲儿子了。最后还是玩不起，回溯了时间才掰回一城，击败阴兽。紧接着49话又被狐神找上门来，从内部夺舍了苏瓦尔的肉体，破坏了其意识，打出奇迹。有细心的小伙伴们纵观这位老哥的整个反派生涯，会发现苏瓦尔面对副本中最大的对手狐神时，确实就是真的打不过。能打过的时候他在装逼玩神秘当谜语人，到后面打不过成小丑了，只能从机制上去针对阴兽了。不过确实也是银兽哥真的够厉害，如何打通有狐神坐镇的 TV 副本，想必会让每个反派 BOSS 都满头大汗。第三名，假面骑士利维斯 BOSS 基夫与兽骑。要论利维斯中最重要的贯穿主线的反派，那肯定是基夫。奈何前中期铺垫了那么久，真打起来发现就是个鱼卵。不是你前期跟灭世魔王一样，后期咋成了经验包啊？基夫心里也苦，不是哥们拉胯，是对面有个乔治兽骑压着保底呢。这人简直就是新时代挂逼科学家的代表，给门田随便发的弓箭都能一箭射死基夫召唤的恶魔，你这就有点离谱了吧？这科技树水平打个屁啊！基夫打的主线 TV 副本绝对是地狱级别，如果他能活到第50集大结局，小陈愿意称之为绝杀，可惜他没有。紧接着兽骑登场，变成反派10加，假面骑士10加，又称假面骑士火2级，属于木下突然发病诞生的产物。说实话，如果真的兽骑来打利维斯的副本，直接就速通了，连利维斯骑士系统都是我搞出来的，主角拿什么打啊？都不用说兽骑成为10加后的逆天战力了，还没完呢。兽骑发病结束被感化后，维斯跳了出来，也是过了一把最终 BOSS 的瘾，他是主骑在最终话面对的敌人，没问题啊，很合理。说实话，看得出来木下实在没活了。小陈算是看出来了，你木下才是最终 BOSS， 你比基夫还会折磨大伙，知道怎么做才能让所有人痛苦。第4名，假面骑士圣刃 BOSS 斯特利乌斯。老乌身为令和最强，也是最有压迫感的反派 BOSS， 打的副本自然也是难度颇高。虽然从战力设定来说，他远强于剑士们，但论老乌复活的4大贤者，都是比肩主其最终形态10圣刃的存在。更何况他自己这个保底2
2倍爆星的断层强度，但对手可是约定超人托马，老吴都没活了，托马还能整出个奇幻全能来闪瞎老吴的狗眼。小陈是老吴真破防了。说起这个奇幻全能书，不知道小伙伴们还记不记得老吴魔怔的原因是什么？那就是看了那本全知全能之书，我干啥都成了命中注定，那还玩个屁啊！于是心态爆炸的老吴就把桌子给掀了，所以他在高塔上与托马决战时，老吴注定的结局就只有2个：弄死托马或者被托马弄死，属于是有点极端了。不过各位站在老吴的角度细想一下，我弄死托马，世界毁灭，赢；我被托马弄死，命运被打破，看到了新的故事，也赢。你托马可能血赚，但我老吴永远不亏。这么一想，是不是就觉得老吴的副本简单了？第5名，新假面骑士 BOSS 绿川一郎，确实够新，新到成为了行为艺术。咱昭和就算到了令和，也主打一个数值怪。剧中反派修卡从原本的纳粹残党恐怖组织，转变成了一个用忘记悲伤来获得幸福的秘密结社。BOSS 为大舅哥绿川一郎，也就假面骑士0号。他的终极目标是让人类舍弃肉体，精神统一，在灵魂的世界获得真正的幸福。什么自我 PUA， 不得不说洗脑画饼是给你玩明白了，恐怖分子就好这一口。大舅哥想通关新假面骑士的副本其实也很简单，所有人一起上，直接把1号摁死了就完事儿了。非要葫芦爷救娃娃，一个一个上，不仅送了经验，还把手下全玩没了。由于新假面骑士是剧场版，能讲的东西不多，所以主线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，最终1号2号都打到0号脸上了。大舅哥还搁那接着奏乐接着舞，这可不是小陈说他跳舞的啊。小伙伴们看看这画面，这哪像是在打架啊？痞子，你在拍一种很新的东西。从现场焦灼的情况可以看出，1号2号面对0号可以说是根本没得打，这2人都不带还手的。大舅哥在击飞2人后，也是上演了一波 EA 10米赛跑名场面。不是你冲上去补刀啊，这2人都躺地上唠嗑2分多钟了，0号还在那不紧不慢的龟爬，他们在等技能 CD， 你在等啥啊？综上所述，0号的副本在令和肯定是最简单的，只不过大舅哥自己浪没了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小伙伴还有什么不同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我是小陈，一个绝对不会拖更的男人。